江爷爷带来了这周福宝隔离的生活视频。现在距离福宝隔离生活结束不到15天了。江爷爷表示，这周福宝在室内的隔离表现得很好。现在对于福宝要吃的竹子，饲养员们都是成堆成堆的提供。可以看到福宝的房间都快要堆成竹林了。福宝坐在栅栏前，开心地吃着爷爷给自己的窝头。福宝因为每天都在吃吃睡睡，小脸日渐圆润，这漂亮的模样越来越像爱宝了。福宝坐着吃完又躺着吃，这样的生活虽然无聊，但也是福宝爸爸乐宝羡慕不来的。福宝现在每天就是吃吃睡睡，小零食根本吃不完。不过福宝这不拘小节的习惯仍是没有改变，经常翘起尾巴就开始在自己的竹子堆里产青团。沾上青团的竹子，福宝也不嫌弃，拿过来就接着吃。放在一旁的窝头，福宝都吃腻了，吃点竹子来解解腻。吃饱喝足，福宝便躺了下来，开始休息。这可爱的模样让爷爷耶波耶波声不断。江爷爷还表示，为了即将跟福宝回中国，自己还斥巨资换了一块具有翻译功能的手机，这样等跟着福宝回国后，就可以和中国饲养员进行很好的交流了。可以通过翻译功能把福宝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代给福宝的新饲养员。当然，福宝在隔离期间还是有小情绪，这时的福宝就会在房间走来走去，但对于江爷爷而言又无能为力，只能让福宝随意对房间进行破坏，等福宝发泄完自己再打扫就行了。江爷爷表示，这也不仅是因为隔离所导致，同时也是因为福宝现在也算是成年大熊猫了，最近荷尔蒙也有了变化。江爷爷表示，福宝该交男朋友了。为此美味的窝头，福宝都开始浪费了。江爷爷让福宝再坚持一下，表示福宝坚持过这段时间，到时就可以成为一只真真正正的成年大熊猫了。为此，现在韩国和中国的粉丝们都已经开始为福宝物色对象了。在江爷爷的书中有一段记录了当时江爷爷自己照顾明明丽丽的场景。江爷爷表示，当时自己刚来动物园工作2年，就去入伍了。当顺利退伍后，自己产生了很多想法，比如从动物园辞职去找个别的工作。或许那时江爷爷正怀有雄心壮志，不甘平凡。就在产生这种想法不久，自己被园长叫去了面谈。江爷爷突然被问到要不要去熊猫馆工作，江爷爷直接秒回不去，表示自己跟猴子狮子在一起挺好的。结果第2天江爷爷就收到了被调去熊猫馆的通知。江爷爷在心里嘀咕道，你丫还不如直接像这样把我调过去，昨天跟我谈了个寂寞啊，让我还自以为是的做选择。江爷爷表示，自己当时对熊猫真的没有一点喜爱之情，也没有兴趣，压根不想照顾熊猫，而且自己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江爷爷介绍了当时熊猫馆的配置，有2名韩国饲养员，2名中国饲养员，1名翻译，4名给游客做引导的工作人员，总共10个人组成了熊猫馆。江爷爷表示，当时丽丽的身子有些软弱，胃口小，根据兽医的描述，是因为丽丽有慢性消化不良的症状。当时根据基地的报道，很多大熊猫都有这种症状，在全国范围的大熊猫里，这种病的发病率达到了15%，而明明则十分顽皮。江爷爷表示，明明的脸圆圆的很漂亮，看来江爷爷对圆脸大熊猫情有独钟。江爷爷表示，自己当时作为新手饲养员，位置比较低，所以不能参加技术上的讨论，对于大熊猫性别的事情自己更无权干涉，而且当时有中国饲养员在，所以自己只听从吩咐就好了，也可以说是一名辅助饲养员。江爷爷讲到，当时韩国的竹子很稀少，只在韩国的中部以南的地方有时明明和丽丽喜欢的竹子没有及时送来，或是在冬季竹叶比较干，竹子不好吃的时候，明明和丽丽就会吃的很少，而且丽丽消化不好，经常排出粘液便，所以导致丽丽的腹部经常疼痛，活动很少，经常蜷缩着，只有排出粘液便后才勉强吃竹子，这让一旁看着的饲养员们也很难过。当时丽丽的体重才80千克，或许这也是江爷爷为什么一直严格按比例去给宝家喂食。去年在爱宝生瑞宝辉宝的时候，爱宝不太爱吃竹子，想吃窝头，江爷爷就跟爱宝讲，得吃点竹子才能给你吃窝头和胡萝卜，应该是怕爱宝如果摄入营养不均匀，导致排粘液便会不舒服。就这样，江爷爷陪伴了丽丽和明明5年的时光之后，韩国遭遇了经济危机，很多媒体报道称，因为2只大熊猫，很多外汇流出海外，最终在舆论的压力下，韩国决定将熊猫送回中国。今天依依刚来到园区，就遇到福宝向自己走来。今天依依的好心情是福宝给的。这时福宝在园区开始转圈，而今天依依的位置选得很是巧，喜得福宝连续2次光顾。中途宋爷爷还来到了园区，为福宝收拾旧竹子以及放置新竹子。
福宝看到爷爷进来后，向爷爷走来，但福宝过来时，爷爷已经离开了，只留了一块窝头在小亭子上。福宝想直接从小亭子缝里给窝头拿过来，但是由于手短，没够着，这下有点尴尬了。福宝假装刚才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在小亭子旁转了一圈，然后再重新返回小亭子。福宝拿过刚才自己没够着的窝头，福宝一口将其吃掉，这样就不会再让自己尴尬了。福宝吃完窝头后，又从姨姨身边经过，这是姨姨今天第3次获得福宝的光临。一会儿福宝回家时，再一次从姨姨身边经过。等福宝回家休息完再出来时，爷爷这次给福宝准备了新品种的竹子。福宝对其闻了闻，但似乎并不符合福宝的胃口。在这满是绿色的竹子里，福宝发现了一根黑色的竹子，福宝将其拿了过来。福宝尝了一口，感觉味道还行，但是这个颜色福宝感觉有点奇怪。为了安全起见，福宝还是将其丢掉了。而姨姨记得去年自己也得到过福宝的宠粉，而且都是同样的位置。瑞宝和辉宝正在一起研究妈妈的饮水盆，瑞宝甚至想爬进妈妈的饮水盆里泡个脚。瑞宝这个样子有点福宝的感觉了，和福宝小时候一样调皮。爷爷在旁边让爱宝管管瑞宝，不然一会儿水都没法喝了。而爱宝则表示有奶爸在，想必自己不动手，奶爸也会去教育爱宝安心吃着竹子，不让其他的事情打扰自己。而饮水盆这边的瑞宝始终没有放弃，在瑞宝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真的爬了进去。不过这次瑞宝不想泡脚了，想直接给自己洗个澡。爱宝吃完竹子后开始教育俩姐妹，爱宝先给瑞宝叼走，表示瑞宝实在太调皮了，而江爷爷则在旁边煽风点火，表示爱宝要好好教育一下瑞宝。而辉宝则乖乖坐在原地看着妹妹挨训。爱宝将瑞宝叼回房间后，又重新回来叼辉宝。辉宝自己在这里，爱宝有些不放心。辉宝被妈妈调回房间没一会儿，自己又爬了出来。辉宝虽然喜欢自由，但并不像瑞宝一样调皮。下午，江爷爷来到房间为熊猫宝宝们打扫卫生。瑞宝看到爷爷来了，开心的和爷爷打招呼，走到爷爷身边和爷爷玩耍。而辉宝此时正在睡梦中。瑞宝走到爷爷身后，爷爷看到瑞宝这可爱的样子，忍不住先放下了手里的工作，给瑞宝按摩了一会儿。果然会撒娇的孩子有糖吃。瑞宝看爷爷忙于工作，完全顾不上自己，只好折腾正在睡觉的妹妹。瑞宝让妹妹不要睡觉了，起来陪自己玩。瑞宝折腾着辉宝，辉宝根本没法睡觉。爷爷打扫完卫生后，坐在其旁边看着2只熊猫宝宝玩闹。江爷爷这生活简直不要太幸福，每天陪在2只熊猫宝宝身边，既开心又满足。江爷爷和熊猫宝宝们玩耍着，瑞宝比较喜欢黏着爷爷，辉宝则是有点胆小，喜欢自己待在一个有安全感的角落。爷爷挑逗着辉宝，辉宝站起身试图反抗爷爷，表示不让爷爷碰自己。瑞宝则是不管爷爷走到哪，自己都会跑过去，特别喜欢和爷爷玩。而此时爱宝正在隔壁房间吃竹子。随着熊猫宝宝的长大，爱宝有了许多自己的时间，而姐妹俩相互陪伴着也并不无聊。姨姨们猜猜这是福宝还是爱宝？没错，这是在生2胎前的爱宝。这时的爱宝和福宝一样爱玩，爱宝在竹子吊床上辗转腾挪，蹭来蹭去，滚来滚去，还将头埋在小吊床上，感受着小吊床带给自己的快乐。这时的爱宝也不需要为带孩子而操心，而且福宝也长大了，每天开开心心的玩就好了。早上爱宝睡醒便来到小木床上，这时小木床上还没有放置福宝的躺椅，只有一个竹子吊床。爱宝来到小木床上后，直接爬到了小吊床上。爷爷还细节的在爱宝头顶的独木桥上安装了2个把手，不过爱宝没有领会到爷爷的意思，直接对其来了一口，将其直接咬裂了。爱宝将竹子拿过来啃食着，爱宝浅尝2口后表示味道还不错，不知道这种竹子吊床会不会夹屁股。以前爱宝和福宝、美熊只需要营业半天，一会儿爱宝回家短暂休息。这时宋爷爷来到园区，开始为爱宝添加新的竹子。这次爷爷将爱宝的窝头放在了上面的竹子扶手上，不知道一会儿爱宝能不能发现。爱宝出门后径直来到了小木床上，先是看了看奶爸给自己重新添加了什么好吃的。爱宝这个样子和福宝太像了。爱宝看了有什么好吃的后转身和姨姨们打了个招呼，然后坐在小吊床上，抬头将窝头咬在嘴里，结果爱宝没掌握好力度，给窝头咬断了，1/2的窝头掉了下去。爱宝吃着剩下一半的窝头也很满足。吃完窝头后，爱宝将塞在树缝里的竹子拿了出来，坐在小吊床上惬意的吃着。爱宝此时看着怀里的2只熊崽子，感叹道：还是以前轻松呀。因为最近几天室外园区一直在维修，所以爷爷们便限制了福宝去室外活动。爷爷
将福宝的竹子和窝头放置好离开。一会儿，福宝从通道门口出来，福宝闻到爷爷的气味，跟着爷爷的气味找寻了过去，来到了爷爷的通道门口，但爷爷此时已经离开了。福宝发现爷爷不在后，重新转头回去。走到小树旁时，福宝还停下脚步闻了闻，发现了一下生活中的美好。福宝这次没有走爬梯，而是像往常一样，先来到小亭子后面，通过扶手的缝隙看了看今天爷爷给自己准备的什么小零食。福宝看清后，来到小亭子上面准备开吃。福宝转身坐下，从胡萝卜和窝头中做选择。福宝最后还是先选择了自己喜欢吃的胡萝卜，清甜可口的胡萝卜用来开胃，对福宝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吃完胡萝卜后，福宝弯下腰去拿窝头，福宝对着窝头就是满满一大口，咬下去后，福宝接着抬起头进行咀嚼。福宝心想，这次我一滴窝头残渣都不让它掉出。福宝仔细品尝着，等福宝咀嚼完嘴里的窝头后，自己低头检查了一下，看看有没有掉落窝头残渣，确认没有后，福宝继续吃窝头。福宝心想，爷爷教的这招真好用，因为福宝现在还不能去室外玩耍。福宝吃完窝头后，便直接来到了树上休息。福宝的皮套是真松呀。福宝在树上一觉睡到下班点，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已是5点40了。工作日福宝一般是5点半下班，所以福宝感觉已经到点了，便坐在通道门口等待爷爷的开门。但周末福宝下班时间是6点，福宝等了半天一直没有等来通道门打开。福宝慵懒地向后坐去，抬头看了看自己的上方，看爷爷有没有在上面。这时通道门口传来了声音，福宝立马跑下坡向通道门口走去。此时是5点45分，福宝今天下班时间提前了15分钟。今天是福宝一家体检的日子，首先进行检查的是乐宝，将爷爷在一旁用小零食吸引着乐宝。爷爷想让乐宝乖乖坐好，给了乐宝点甜头。吃到窝头的乐宝立马变得乖巧听话，而兽医看到乐宝状态平稳后，立马开始开展自己的工作。乐宝刚吃到窝头就把手收了回去，乐宝这是只拿钱不干活啊，这怎么能行？将爷爷和兽医都一脸尴尬，这是遇到小无赖了啊。乐宝下一秒用眼睛余光看到爷爷手里这满满的小窝头块和胡萝卜块，又心动了。乐宝又乖乖配合起来，兽医则在一旁自己找时机对乐宝下手。爷爷不断对乐宝进行着投喂，为了不让乐宝转移注意力，乐宝刚嚼完，爷爷立马往乐宝嘴里放新的，这速度乐宝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同时在投喂小零食时，爷爷也可以检查一下乐宝的口腔，而兽医这边则动作迅速且利索，很快便给乐宝抽血完成了。而乐宝这儿仍然没有反应过来，注意力全在爷爷手里的窝头上，刚才饲养员对自己做过什么都忘记了。宋爷爷悄悄来到福宝园区，给福宝在小亭子上放置了一块苹果，然后悄悄离开。而此时福宝正在饮水盆喝水，直到福宝听见爷爷的关门声，福宝才反应过来。福宝一路小跑来到小亭子上查看情况，发现自己的小亭子上面凭空多出来一块小苹果。福宝一脸不相信的又仔细闻了闻，确认是真的后，福宝拿起小苹果转身坐下，开始品尝清甜可口的苹果。因为苹果有点小，所以福宝分了好几口才将其吃完。虽然咱福宝的体格看起来比较大，但对于美食福宝是懂如何细品的。福宝吃完小苹果后，又简单吃了几口竹子，然后便来到了冰床上玩耍。福宝趴在冰床上享受着冰床带来的清凉。福宝想办法不让自己无聊，而爷爷为了不让福宝无聊，也是想尽办法。一会儿福宝再回到小亭子上时，发现小亭子上的竹子又换了，这次换了其他的品种。但福宝现在好像不太饿，对其也没有太大的兴趣，然后转身来到了通道门口前，但这时通道门并没有打开。福宝转身来到爷爷出入的门口，无聊的福宝在园区转来转去，最后又转到了通道门口。但因为最近爷爷限制了福宝去室外活动，因为这个季节的大熊猫情绪不稳定，而福宝现在还小，爷爷怕福宝去到室外后不安全的因素太多，而爷爷为了满足福宝的口腹之欲，最近都是变着花样的为福宝准备竹子。除此之外，今天的韩国也下雨了，乐宝今天也没有去室外，此时正在小亭子上睡觉。而临要下班时，福宝又来到了通往室外的门口，不让福宝干的事情，福宝总是偏要干。福宝还细节的趴在爷爷的门口的小窗户上，看了看爷爷有没有在里面。而这时圣熙阿姨走了进来，为福宝收拾吃剩的竹子。福宝看到通道门没有打开后，来到了小吊床上吃竹子。虽然福宝不能去室外玩耍，但在室内的生活看上去一样幸福感满满。吃完就睡，睡完就吃，虽然有些无聊，但仍是让姨姨们羡慕不已。今天福宝的快乐是爷爷新安装的秋千给的。早上福宝躲在小躺椅后面和姨姨们玩起了躲猫猫，
眼里都是福宝的姨姨们很快便发现了福宝。福宝站起来，假装玩耍自己的竹子吊床，以此来缓解尴尬。福宝在园区兜兜转转，来到了秋千旁。眼前的秋千是宋爷爷在福宝上班前为福宝新安装的。福宝看着眼前似曾相识的秋千，观察了一会儿，熟悉的记忆感涌上心头。不知道上面有没有留有福宝妈妈爱宝的气味，毕竟秋千之前是爱宝和福宝一起玩耍过的。福宝小脚紧紧抓着秋千的绳子，小手和嘴巴不断对秋千进行着啃咬。秋千摇摇晃晃的感觉让福宝感觉到了久违的快乐。玩开心的福宝用小脚给自己挠着痒，这个小表情像是在跟姨姨们炫耀自己的秋千。挠完痒，福宝继续在秋千上玩耍，顺便还向姨姨们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大长腿，羞胖羞胖的，可爱极了。福宝坐起身，盯上了爷爷系的绳子扣。福宝将其当成了磨牙棒，对其一顿撕咬拉扯，像是要跟其一决高下。福宝咬着绳子摇头晃脑的样子，卖足了力气，这不禁让姨姨们想起福宝小时候调皮的样子。别的熊都是坐着玩秋千，福宝非要站起身荡秋千，而现在再看福宝，已然有了妈妈爱宝身上沉稳的影子，逐渐向成年大熊猫的姿态发展。而隔壁乐宝过的依旧是退休后的悠闲生活。福宝玩耍完并吃饱喝足后，来到了树上，开启了自己美美的午觉。福宝不小心从秋千上掉了下来，虽然秋千不高，但福宝摔下来时身上的肉还一颤一颤的，简直要萌翻姨姨。福宝表示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躺着，福宝哪也不去了，就这样躺在地上研究着秋千的底部。就算爷爷在一旁请求福宝回室内，福宝也不搭理。福宝看到爷爷来了，看向爷爷，福宝顶着秋千的样子像是背着一个乌龟壳。宋爷爷用小树枝骚扰着福宝，试图给福宝骚扰烦了，让福宝自己乖乖走回家。这个方法真起到了作用，福宝被宋爷爷烦得离开了。福宝向通道门口走去，径直回了家。第二天，爷爷再次来到园区，此时乐宝正倚靠在饮水盆上睡觉。爷爷看着乐宝单手扶着饮水盆的样子，有些眼熟。爷爷想起了调皮的瑞宝，瑞宝和爸爸这个姿势确实很像。而此时福宝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爷爷表示看福宝吃竹子总是感觉很香，所以经常有嘉宾想体验竹子的味道。没一会儿，只见福宝在小亭子上乖乖坐着，下一秒小亭子下方便下起了小雨。福宝吃完竹子后来到了树上睡觉。今天爷爷陪了福宝一天，等福宝睡醒后，爷爷又来看福宝玩耍秋千。下一秒画风突变，福宝抱着秋千一顿撕咬拉扯，拳打脚踢，试图降服这个野生的秋千。收拾完秋千后，福宝又来收拾野生小吊床，完事从小树上折下来一段树枝给自己剔牙，妥妥福老大的既视感。今天江爷爷做客韩国综艺《动物农场》，跟主持人问答环节，第一个问题就给了爷爷一个重击。主持人问到福宝出生后，江爷爷的工资是不是涨了许多？主持人表示要说实话。江爷爷表示确实涨了很多。看主持人这小表情，像是一种早已猜到的感觉。而福宝出生后，爷爷的工作量有了明显的增加，而且爷爷利用网络让福宝有了超多的曝光量，加点工资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第二个问题更犀利了，问到爷爷瑞宝、辉宝和福宝三之中最喜欢哪个？此时乖乖的瑞宝、调皮的辉宝以及魅力十足的福宝都在等待着爷爷的回答。爷爷表示，说实话，排在第一位的是福宝。爷爷说，无论福宝长到多大，永远都是自己的熊猫宝宝。或许是分离即将来临，爷爷对福宝的感觉更加强烈一些。除此之外，爷爷还表示福宝是自己的初恋，所以会永远在自己心中。爷爷还调皮的表示，让瑞宝和辉宝把耳朵捂上。问完好奇的问题后，主持人接下来的问题略带有点科普。主持人问道，大熊猫的青团是什么气味的？都可以找到食物，所以大熊猫不用进行冬眠。而主持人这表情像是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爷爷正在表演福宝躲痒痒的动作，姨姨们觉得像不像？今天爷爷参加节目，主持人问道，是不是因为福宝的存在，将爷爷的生活指数都变高了？将爷爷摸肚子时就像是水床一样。一旁的主持人听了激动不已，感觉只听江爷爷的描述就很可爱。而福宝的背部，爷爷表示全部都是肌肉，所以在地上翻滚时不会感觉到疼痛。当摸到耳朵时，福宝就会感觉很痒，所以就会来回躲闪。江爷爷表演得很形象。之后主持人问江爷爷，福宝的粉丝这么多，有没有什么记忆比较深刻的粉丝？爷爷讲到自己收到过很多人的感谢信，感谢信的内容都非常的恳切，
福宝的出现成了大家工作后的一种慰藉，很多姨姨在看到福宝时都表示心情会变得很开心，很治愈。主持人看到福宝调皮玩耍的画面时，感叹道：“动漫都做不到这么可爱。”再看福宝在树上身体蜷缩在一起晒太阳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大大的糯米团子挂在了树上一样。福宝回头的这一瞬间，简直要萌翻姨姨了。再看了雪地上，福宝便会完全解锁了自己的潜力。大熊猫是怕热喜寒的动物，所以在雪地中福宝会玩得容易忘我。依依昨天在排队看福宝时，偶遇宋爷爷在乐园的竹林里，正找寻着较为鲜嫩一些的竹子。只不过这片小竹林位置不好，宋爷爷进来出去要来回翻越护栏。这翻越护栏的动作和福宝多少有点相似，看来翻越护栏这一技能，宝家所有成员都已熟能生巧了。一会儿，依依来到园区，福宝此时正在园区里散步，围着园区走来走去，消化刚才自己吃的竹子，一刻不停歇，来回走动着，时不时还去通道门口看看。毕竟福宝已经快2周没去室外了，现在室外园区对福宝的诱惑很大。今天爷爷忙着照顾福宝的2个妹妹，福宝这边则由姨姨来照顾。福宝回去休息时，姨姨来到园区为福宝添置竹子以及小零食。今天爷爷还特意为福宝准备了一款新的竹子。姨姨放置完竹子后，福宝重新回到园区。福宝这2步小路走的像极了满不情愿去上学的小学生。直到福宝看到小亭子上的窝头后，这才让自己恢复了一点好心情。当福宝坐下时，只听旁边的相机发出了机枪一般速度的快门声。福宝的每一个动作都这么可爱漂亮。一会儿，福宝吃完饭后来到了树上，福宝抬头看向天空的样子寂静且唯美。福宝这几天体重有些消瘦，爷爷解释道，这个阶段放到1年当中来看是正常的，因为季节问题，大熊猫可能在一段时间里会没有食欲，让大家不用担心。福宝乖巧地趴在树上，有一种名门淑女的感觉。福宝懒洋洋地躺下，在树上晒着太阳，生活舒适且美好。福宝在树上调整着令自己舒适的位置，没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而今天的乐宝也有在好好营业，正常的吃饭睡觉，没有让姨姨和爷爷担心。今天福宝依旧没有去室外园区玩耍，而姨姨刚好遇见了正在室外园区维护秩序的宋爷爷，正在被迫营业。许多游客纷纷来和宋爷爷合影留念。此时的福宝正吃完饭，在室内园区散步。最近的福宝开始和乐宝一样自律，福宝转了一圈，蹲在了窗边的草丛里，屁股对着游客拉起了青团，画面过于美丽，大家请自行脑补。而乐宝此时又在仔细品味窝头了。等乐宝吃完竹子后，便开始了自己的运动时间，在园区走来走去，四处闲逛。乐宝走到小瀑布时，还给姨姨们表演了一个单台。一会儿，姨姨重新去排队，等这次再回来时，福宝这时刚从房间休息完出来，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姨姨表示，福宝的园区像是黄土高坡，而乐宝的园区则真的像是一个小型森林，有树有水，还有熊还有栖息的地方，好像现实版的童话世界，画面幸福且美满。看到这治愈的场景后，疲惫的心情瞬间就变得舒畅了。韩国节目主持人正在体验我国运输大熊猫的笼子，这种笼子一般是用来做长途运输使用的。主持人钻进去后表示空间太小了，自己没办法过多移动。之后主持人又试了一下笼子的重量，除了眼前的这款笼子以外，还有一种用竹子遮挡起来的笼子。主持人解释到，这种笼子一般用来将大熊猫放回野外时使用。而此时饲养员们正在为大熊猫们准备食物。一会儿，主持人跟着饲养员来到大熊猫房间进行投喂。主持人好奇地问，眼前的大熊猫好吃吗？而对方只用行动回复着主持人，看着它咀嚼的样子就知道很美味。大熊猫在吃饭时和人类很像，都是用手拿着吃，而且还懂得细嚼慢咽。大熊猫在吃饭时还喜欢闭着眼仔细品味窝头的味道，吃完后还会舔舔小手以及掉落在小肚子上的窝头残渣。主持人好奇窝头的制作方式，便又来到了制作大熊猫窝头的地方，这里有着制作窝头的各种材料。饲养员解释道，自己手里的这款面粉是玉米粉，而第2种白色的面粉则是饲养员自己配比的营养强化剂。之后将2种面粉倒入机器里面，再往里面加入盐和鸡蛋，最后加入食用油，然后进行搅拌。搅拌一会儿，再加入适量的水，等完全混合好后，再将其制作成型。主持人还好奇地体验了一下揉面的工作，最后还在上面写上了韩语的熊猫2字。将面团全部制作好后，最后一步就是将其放入大蒸笼里面蒸熟就可以了。一段时间过去，主持人和饲养员来查看蒸熟的窝头，不过主持人制作的窝头上面的字已经看不出是什么了。一会儿，主持人品尝了一下刚才自己蒸的窝头，
样子看上去很美味。主持人尝了一口后，惊喜地表示，味道像是在吃杂粮饭一样。这周江爷爷体验到了两只熊猫宝宝抱着自己腿的感觉。当初为两只熊猫宝宝起名字时，江爷爷就幻想过这个画面了。今天江爷爷也算实现这一梦想了。而当时福宝最先走红的视频，也是抱着爷爷的腿被拖行时的样子。此时的江爷爷幸福感满满。下午，爷爷再次来到房间，瑞宝和辉宝正向爱宝走去。而当爱宝看到两小只向自己走来时，立马走开。此时的瑞宝和辉宝正是雄健雄贤的阶段，爱宝去到了隔壁吃竹子。而最近，随着两只熊猫宝宝的食量开始变大，奶瓶已经不能满足两只熊猫宝宝的饭量了，所以爷爷开始改用盆为两只熊猫宝宝喂食。瑞宝和辉宝适应的都很快，而瑞宝自从用盆吃奶后，也能自己掌握进食速度了。爷爷喂食完后，开始给瑞宝和辉宝擦嘴巴和身体。瑞宝不但没有抗拒，反而紧紧抱着爷爷的大腿，感觉很是享受。而随着两个爷爷慢慢的引导，瑞宝在吃奶时，爷爷都不用在旁边扶着了，自己就能很好的完成进食。吃完奶后，瑞宝和辉宝便开始在妈妈身边捣乱。瑞宝抢妈妈的竹子，然后被妈妈无情的推开。睡觉时，瑞宝和辉宝也被妈妈嫌弃，两小只只好抱团去到一边睡觉。爱宝表示白天照顾这俩已经够累的了，所以晚上睡觉时一定要睡个舒服觉。福宝正在观察围栏里面的空间，福宝伸出小手给围栏挪开，给自己小脑袋探了进去。对猫来说，只要脑袋能进去的地方，那身体肯定也可以进去。福宝在围栏里四处张望着，感觉福宝随时都有可能钻进去。不过此时福宝的理智占了上风，福宝走了出来，离开了围栏。但刚要离开时，福宝的好奇心又上来了。福宝挪开围栏，再次进行查看。此时理智和好奇在福宝脑海里产生了两个声音，一个让福宝不要破坏爷爷的景观竹，另一个让福宝自由自在的玩。不过最后理智略占上风，福宝离开围栏走向别的地方。福宝在小树旁和草丛里踩来踩去，福宝总要破坏点东西才行。直到福宝玩累了，来到了小树上开始睡觉。只有睡觉时，福宝才会安静下来。福宝给自己挂在树上睡姿很是舒服。一会儿，福宝换了个睡姿，听到了有人在叫自己。福宝睁眼看了一下，确认是不是爷爷。看到不是爷爷后，便继续倒头睡去。爷爷在福宝睡觉时，给福宝重新放置了竹子和窝头。福宝醒来后，便直接吃上了香甜可口的窝头。吃完窝头，福宝舔了舔掉落在小餐桌上的窝头残渣。一会儿观看时间到了，依依重新去排队。再回来时，天色已经黑了，园区的灯都打开了。这时福宝依旧是坐在小亭子上吃竹子，而乐宝这里吃过饭后，正慵懒地伸着懒腰，睡意正浓。依依想问大熊猫这样趴着睡觉是不是很舒服呀？以前爱宝带福宝时，福宝像是爱宝的一个皮球，而现在皮球爱宝拥有两个了。今天爷爷来到爱宝的房间，给熊猫宝宝们把门打开了，让爱宝来干净的房间检查身体。而先出门的是两只熊猫宝宝。一会儿爷爷给爱宝检查身体时，两只淘气鬼在旁边不断吸引着爷爷的注意。瑞宝这里依旧是对饮水盆深感好奇，总是试图去攀爬饮水盆。这次在没有爷爷和妈妈的阻止下，瑞宝真的爬了上去，自己给自己洗了洗屁屁。爷爷直夸瑞宝很棒，越来越有力气了。瑞宝洗完身子，趴到了妹妹身上，想拿妹妹的身体给自己擦擦。爷爷打扫完卫生后，开始收拾两只熊猫宝宝。爷爷先给两只熊猫宝宝将身体擦干净，然后便开始给其喂奶，还是奶瓶喝得干净，也不会弄脏身体。辉宝怕爷爷弄洒奶浪费，还和爷爷一起扶着奶瓶。喂食完熊猫宝宝后，爷爷将两只熊猫宝宝全部抱在怀里，这个样子实在太幸福了。一会儿爷爷离开，带娃的事情便交给了爱宝。瑞宝在妈妈身上爬来爬去，将妈妈的身体当成了游乐场，而爱宝则是强压自己的脾气，让两只熊猫宝宝折腾。一会儿爱宝醒来，该舔屁股了。辉宝看到妈妈又要舔自己屁股，立马逃走。辉宝表示自己现在会自己排便了，不用再做这种羞羞的事情了。而此时饲养员们开始为熊猫宝宝们打扫另一个房间。随着熊猫宝宝们的长大，爱宝的生活越来越充实，同样的每天也会越来越累，爷爷们的工作也越来越繁重。而姨姨们看到两只熊猫宝宝在爱宝身边的样子，只感觉很温馨很幸福。看来在整个环节里，姨姨们才是最轻松的。江爷爷正在给韩国网友讲解爱宝怀孕时的样子。江爷爷表示，爱宝在这个时间段胃口不好，像平时喜欢吃的窝头和胡萝卜放在爱宝面前，爱宝也对其无动于衷。爷爷拿着根新鲜的竹子递给爱宝，爱宝也对其没有兴趣。而这个时间也是最让爷爷担心的，
直到时间来到2020年7月20日，此时所有的饲养员和我国的专家都在严阵以待。爱宝此时也越来越难受，不断舔舐着自己的身体，甚至难受的趴在地上缓解。就连此时观看视频的主持人看到这一画面，也不禁皱起眉头，为爱宝感到难受。这时，爷爷来到房间，看到爱宝坐立不安的样子，心情也很是急躁。在我国专家的提议下，打算找点东西来为爱宝缓解一下压力。将爷爷找来了一块纸板，让爱宝随意撕扯，让爱宝转移注意力。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爱宝的羊水破了，这意味着爱宝即将生产。下一秒，只见我国专家吴奶爸起身冲了进去，爱宝顺利生产了。而此时饲养员们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福宝顺利出生后，便进入了暴风式成长阶段，每天都有新的成长变化，很快从一只小老鼠大小变成了一只小猫的大小。慢慢的，爷爷的盒子开始装不下福宝了。随着福宝开始来室外玩耍，很快福宝便展现出了福货姨姨们的总裁模样。今天通道门打开后，福宝光速出门，看来福宝今天的心情不错。福宝来到小亭子上后，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从竹子堆里拿出胡萝卜和窝头后便吃了起来。由于太激动，胡萝卜差点掉了，好在咱福宝手脚灵活。而与此同时，宋爷爷这儿正在给乐宝收拾室外园区，而宋爷爷手里的方便袋装的则是乐宝的青团。看样子乐宝的青团应该是有点重，都给宋爷爷带顺拐了。一会儿依依在排队时还偶遇了宋爷爷刚才手里的青团。依依重新回到福宝园区时，福宝来到了秋千前，福宝小手扶着秋千，福宝每一个动作都令依依出乎意料，任何东西都有福宝独特的打开方式。就这样，福宝从秋千的绳子缝隙里一点一点给自己挪了上去。福宝必须让自己小脚踩着绳子，这样福宝才有安全感。福宝坐起身，抱起身前的绳子，福宝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可爱。就连玩累了，福宝自己挠痒时，还会表现出一副很享受的表情。第一次见福宝的姨姨们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福宝身体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小孩？因为福宝的动作都太拟人化了，很难不让人怀疑福宝身上是不是有一个隐藏的拉链。福宝在秋千上玩耍完后，来到了自己的秘密花园里，这里面埋藏着福宝每天的青团。青团拉完福宝，来到了自己的冰床上。福宝站在冰床上，倚靠在滑梯旁，给自己蹭了蹭屁股。虽然福宝是只熊猫，但福宝做的每一件事情，人类都能够看懂。福宝检查了一下竹子吊床上有没有吃的，发现没有后，福宝来到了小亭子上，坐在刚才自己没吃完的竹子旁，又吃了起来。依依走之前说道：“又是被福宝萌化的一天。”